喜欢照镜子，我不喜欢那个样子的自己，所以我小时候的照片基本上没有一张是在笑。好可怜哦！我在健身房会拿到女生更衣室的钥匙。Hello，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，我是你们沈老师。今天他的来宾是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炫。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，每次老师来了，并坐在床上纯聊天。等一下呢，今天有个大秘密要跟大家公布。如果你认识炫的人，你可能知道秘密是什么了。可是如果不认识他的话呢，等一下你们就吓到从椅子上掉下来。所以现在赶快坐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先问一下炫，你健身多久了？我健身18岁到现在12年了。我最近因为吃了肌酸啊，开始就长点肌肉，我就非常开心，说会跟大家炫耀一下。可看到他真的是就是小鸡碰，那这多少机关枪？好了，你可以跟大家展现一下你的肌肉吗？这太我真的跟他旁边又像个老阿姨，我这样觉得。可是等下，我除了说要去举重以外，我的饮食也要增加很多，对不对？对，饮食我吃太少了，我没有胃口。等下你平常一天，你告诉大家你怎么吃东西，怎么吃的？我一天吃5餐，第一餐会吃蛋、燕麦，几个蛋？3颗蛋，然后2颗蛋白。对 ，OK， 然后再来就是蔬菜、燕麦这些东西。我今天早上吃2颗蛋跟燕麦，有做到一半。好了，然后第二餐呢？第二餐就是白色恋人套餐嘛，就是白饭加鸡胸肉。白饭加鸡胸肉。对，这是我们称的白色恋人套餐。OK， 我后面的餐都一样。就是白饭加鸡肉，对我来说吸收比较快，然后这些其他的东西的话，要看这个人的肠胃道到底可不可以去接受啊。白饭是吸收最快的，因为我胃不好，所以我没办法吃糙米这种粗纤维的东西。比较难消化。对，我比较需要好吸收的东西，这样子。对，你会建议我们大家去吃肌酸吗？像我现在开始吃，我有点就是有人说对什么肾脏会不好或干嘛的。其实还好，你的饮水量够多都还 OK。那基本上肌酸的话，它是累积式的，那它的作用是在于让你的肌肉去储水，所以呢会显得更有力气。对，我也觉得吃到现在，我这样重量可以做重一点，不会这么的辛苦。对。所以教练在这边就是跟大家讲一下，就平常要怎么健身啊，对身体保养要怎么样会比较好。因为你是比健美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不是举重还是干嘛的？不是，可是健美。你举重可以举很重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平常为了要保持这么大的肌肉，你需要举很重的重量吗？以前有玩大重量训练，但我现在是都玩次数，我是走容量的。对，所以我的训练时间会拉很长。你一天大概运动要多久？2到3个小时。就是光重量训练这个部分。对。不会觉得很无聊吗？会啊，就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。可是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，每一次完成，因为光我的可能深蹲我就要蹲300下，那这300下做完，其实我会觉得自己很棒，不知道怎么讲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公布他的秘密喽。各位，你们猜现在床上我们坐了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，你猜女的是谁？她是女的。我跟你讲，她在 IG 上拍了非常多有启发性的影片，大家一定要去追踪她的 IG， 拍得很精彩。你经营 IG 多久了？拍自媒体了，就是短影音这个，现在大概2年多。她拍的节目拍得真的很好。现在在 IG 上的 follower 有多少？4.9万。4.9万。所以他还需要更多的人帮他冲破10万，好不好？大家多支持这个圈。我觉得除了他是因为是一个女生，又练得这么壮，他还代表台湾出国参加国际性的比赛。你前一阵子才刚去比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去加拿大。但我很好奇是为什么你在比赛的时候要化浓妆跟戴假发呢？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像是一个潜规则嘛，你上去这主裁判他是有主观的嘛。对不对？所以他看你，他觉得你就是像个男生，他不喜欢，他就不要了。所以这比赛就是你要有女生的样子，但你又要有男生的体态。然后后台你们碰到其他选手吗？有，我们有聊天。有多少人是戴假发的？只有我一个。他们就平常都长头发啊。有一个他是直接剃光头。光头上台吗？对，然后化妆。他是常胜军，他其实没有雄性的样子。她看起来还是像女生对，所以这样就比较不违和。可是我直接剪这样上去就很，那想说，这是走错了。我觉得很帅了，我觉得很帅。不过讲到这个短头发，请问一下，你几岁开始剪短头发的？国中。你为什么露出这么灿烂的笑容啊？在国中以前你是什么样子？我是绑马尾，然后前面有刘海。你很开心吗？当个小甜甜？不开心，我每天都觉得很不开心。
你觉得那个身体不是你自己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不喜欢，那时其实我很不喜欢照镜子，我不喜欢那个样子的自己。是你妈妈把你打扮成就强迫你绑辫子干嘛的吗？其实他也没有强迫，是我舅舅很喜欢打扮，对。然后呢，他每天都把我打扮成不一样的样子，有公主啊，什么俏皮风啊、可爱风啊，那种甜心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有不同的套装。舅舅把你当芭比娃娃。对，然后我妈妈也看了开心，她的宝贝女儿，然后这么可爱这样子。可是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我那时候真的不是很开心，然后我妈也看得出来，就是她说我每天脸都很臭，所以我小时候的照片基本上没有一张是在笑。好可怜哦！可是这样很好，你毕竟没有因为这样造成你忧郁症还是干嘛的？没有。自从你国中的时候剪了短头发，对，可是你第一次剪也不敢剪太短吧？对，因为那个设计师他也很害怕我会后悔，他说我先帮你剪一个中的长度好不好？有比我长吗？再长一点点，这边再长一点点，比我头发还再长一点点。对，差不多。就是大妈的长。然后你那次你就开心多了，露出笑容。对，但是我剪完之后我很开心，但我回家开门那一瞬间我很害怕。对，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。面对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。对。然后爸爸就家里的亲戚怎么面对你的？一开门的时候，我妈就这样一直这样看我。可是你剪只是稍微短一点而已。她说你怎么剪成这个样子啊？她有吓到。从那一次我在想，我们就开始进入一个默认的关系。OK， 应该是其实也算是一个契机啊，我觉得。让妈妈慢慢接受真正的你。对，大家一定很好奇说，那炫教练呢，他要怎么样面对他自己的性别认同啊什么的？你自己希望，我知道他在他的短影音中时常跟各位观众朋友说怎么样？我觉得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啊。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称呼你，说叫你是男的女的都可以，只要是在叫我就好了。然后说你是同性恋、异性恋什么的，也没关系，无所谓。可是你真正希望别人怎么看你啊？怎么叫你，跟怎么看待你会比较好？我觉得就是把我当男生自在的相处就好，或者是不要把我特别认定在哪一个位置，就是很自然的像我们这样子相处就好。就像我刚刚遇见你，我也不会跟你说，我想要知道说你的认同是什么，我就把你当成是一个个体。可是我喜欢这种感觉。就有白目的人会跑来问我说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我也很常遇到，或者是我在健身房会拿到女生更衣室的钥匙。就如果人家因为我也矮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别人看到我，如果他不仔细看，他也看不出我是个男的。对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希望大家就很自然的对你。对，就是我就是一个个体嘛。可是讲说一个绅士好了，你希望他把你当成一个小姐看，还是喜欢他把你当成另外一个绅士看？如果说真的一定要选的话，就不要小姐了。你要我把她当小姐看，真的很难呢。就比如说跟她去逛街，帮她背皮包，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。或者是带她去化妆品专柜，说要不要试这个眼影，我也觉得有点难呢。因为你平常穿的运动服啊什么的，你在健身房，你有没有穿过像女生的运动衣去健身房？之前我跟同事玩过，就穿那种女生的胸罩那种吗？对，因为我之前是健身房的教练嘛，所以呢，我的那个教练墙是我比赛的照片，但是很多人都以为我是男扮女装，他们想说你们这个怎么这么不正经啊？这个教练，他说没有，这是他比赛的样子，她是女生，对。然后他们就见你本人，就说你乱讲，他明明是男生。对他们还会带过来说，就是这位这样子，以后在女厕看到他，那就不要吓到，或者是抱对。你在女厕，人家怎么看你的？我基本上只有在上班的地方会上女厕，其他的地方我都上男厕。我都进男厕。哇！因为我还没有胆子进女厕过。因为男生其实不太会去检视你，男生都做自己的事情。对。女生的话，哇，你一进去全部都这样。对，人家一定以为你走从上往下看，再重复确认。对，那很可怕。除非有一天哪天你穿裙子进去，然后还不要穿内裤，就当女生打扰你的时候，你就这样。对，我是后来才觉得看看，因为也不能去怪这些人，没有办法去要人家去理解嘛。对，那我只好让他知道说这个事实，我就是女生，这样就好。我就是反用开玩笑的，其实他们转变的态度就会变得比较柔和。我觉得外人可能真的没办法理解你，他们只能说怎么样尊敬的对待你，或有人非常不礼貌的对待你，怎么样？我觉得外人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。对，刚刚说你妈妈刚开始很惊讶什么的，对，妈妈要多久才能接受像她本来这个女儿，现在突然有个儿子？妈妈在有一段时间是有蛮严重的忧郁症的，她一直梦想有一个女儿，她有飞到印度去求一个女儿回来，然后求出来的这个女儿
就是我。对，是你妈妈只有跟神求说，她有一个女生，是表示是个身生理体是的女生。对对对，你妈妈忘记求内在了。内外在只求到外在。对对，然后神也只能给你这么多。他那时候其实有一个朋友就是比较开朗一点，然后就每天都陪着他，就跟他讲说，我觉得你很莫名其妙，你到底是要你女儿快乐还是不快乐？对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然后他后来好像就突然醒了，他说我要我女儿快乐啊。然后他朋友就跟他讲说，你要你女儿快乐，那你在这边忧郁什么？你忧郁，你女儿也不会快乐啊。你不快乐，你女儿怎么快乐？这真的是一个转念而已。真的就是其实自己都知道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哪一天才会通了。我觉得蛮多家长们啊，就到现在可能没办法接受自己同志的小朋友了，或者性别气质比较不一样的小朋友，其实这真的一个转念，因为你真的希望你小孩希望你快乐，然后你也希望小孩子快乐。对，你现在跟你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吗？现在很自在，就是我也可以带着我的女朋友，然后大方的介绍给他们，他们把我的女朋友当成女儿在。就是在照顾这样，你的女人不就来了吗？对嘛，现成的。对，太好了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当自己最快乐。我真的希望别人能够看真正的自己。我觉得瞬间最了不起的地方是，他也没有特意去装一个女生的样子，或装一个男生的样子给你们看，他就是他，他就这样最自在。对。所以你怎么叫他，他都觉得无所谓，就是他自在的他啊。希望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的接受别人的看待，对，也能够开心的面对自己。没错。这样大家都快乐，世界就和平了。对，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每个礼拜有直播，点个小铃铛鼓励我一下。现在老师要跟炫玩一个游戏了，看谁比较像女生。手拿哦。好，我觉得不用比就知道结果是什么。可是我们大家看一下，我先讲哦，我们两个都没有装，我没有要装女生，他也没有要装男生，就是很自然的样子。好，开始。第一题，擦口红。整理刘海，喷香水，害羞掩嘴笑，学韩国女团跳舞。太难了吧！同志的朋友们都爱自己一点，不是同志的朋友们都爱同志一点。我相信世界会更好。结果呢？拜拜。我不相信，你觉得我的身材我可以练成像你这样子吗？男生往我这方向比较可以，可是女生如果要往我这方向比较难一点点。我们现在刚刚讲的是男生，我是男生，那可以，我是男生，可以，不小心拍一拍。我是男的 ，OK， 我不是真的老阿姨。我有看他比赛的那个照片。其他的女的更不像女的，他们比我还像男的。对呀，我当然不希望别人误会我的性别吧，我也没有真的假装。我这样讲的好没说服力，说我今天没有假装我是个女的，我好像有假装我是个女的。